歡迎嚟到懸疑檔案。2014年，美國路州一位年輕媽媽 Megan 喺屋企中槍身亡。經過調查之後，警方認為佢嘅死因無可疑，最終以自殺結案。不過，佢嘅屋企人並唔認同呢個講法。佢哋冇放棄調查，終於喺9年之後揾到咗關鍵嘅線索，揭開咗案件嘅真相，並將兇手繩之於法。2014年6月27號，Megan 喺揸車返屋企嘅時候出咗意外，撞向咗路邊嘅大樹。好彩嘅係，佢只係右手輕微割傷，並冇乜嘢大礙。當時 Megan 攬咗安全帶，冇使用手機，車速亦都只有每小時72公里，應該唔太可能會出意外。但係詭異嘅係，意外現場並冇剎車嘅痕跡。Megan 表示，佢當時有踩剎車，但係架車就一直冇辦法停低。佢馬上就意識到剎車器壞咗，為咗避免架車跌入河道，佢先至會扭軚將架車撞向旁邊嘅大樹。由於呢場意外並冇造成嚴重嘅傷亡，所以警方只係簡單咁做咗記錄，並冇對架車嘅剎車系統進行檢測。當晚 Megan 喺醫院進行咗簡單嘅包紮之後，丈夫 Dustin 就過嚟接佢返屋企啦。與此同時，Megan 嘅父母亦都將兩個孫接返咗自己嘅屋企度過夜，等 Megan 可以好好休息。第二日早晨7點，Megan send 咗封短信俾媽媽 Miss， 詢問兩個細路嘅情況。媽媽表示佢哋同兩個細路食完早餐之後就會送佢哋返去噶啦。大約8點，Dustin 打咗個電話俾外母 Miss， 佢話 Megan 而家喺度沖緊涼，而佢就準備去到附近嘅超市度幫妻子買藥。並表示佢喺回程嘅時候會順便過嚟外父外母嘅屋企度接返兩個細路，咁佢哋就唔使走嚟走去啦。Miss 同丈夫 Steve 喺屋企度等咗個幾鐘，都仲未等到 Dustin 過嚟，所以佢哋就決定自己揸車過去，將兩個孫送返屋企，順便探望個女。大約10點，佢哋嚟到咗 Megan 嘅屋企，萬萬估唔到，佢哋一打開道門就見到女女瞓喺血泊中。旁邊放住一支槍，已經冇咗意識。Steve 即刻將兩個孫抱出間屋，打電話報警，並通知 Dustin 話 Megan 出咗事。由於 Miss 係一位護士，所以佢即刻就過去幫 Megan 做急救。呢個時候 Dustin 趕返咗屋企，佢好心急咁跑入間屋，一入門就被地下嘅血跡跣親，成個人笪咗喺地下度，將地下支槍都踢開咗。跟住Dustin 就跪喺 Megan 身邊，喺 Megan 嘅褲袋度拎出咗一張相，相入邊係佢哋嘅兩個仔。Dustin 傷心咁望住妻子，並同外母一齊幫 Megan 做急救。因為 Dustin 亦都係一位護士，所以在場嘅警員並冇阻止佢幫妻子施救。幾分鐘之後，救護員到達咗現場，並將 Megan 送到咗醫院。之後，警方就喺現場影相搜證，佢哋收集咗現場嘅手槍，同埋一條 Dustin 換落嚟嘅短褲，上邊血跡斑斑，應該係佢頭先跣親嘅時候沾染到噶。另外，佢哋亦都喺廚房嘅櫃台度揾到咗一張字條，上邊寫住同兩個仔講我好愛佢哋，對唔住。睇起嚟好似係 Megan 留低嘅遺書。第二日早晨，醫生同 Megan 嘅父母講，佢哋已經竭盡所能救治 Megan， 但係佢而家嘅情況已經藥石無靈啦。於是喺同 Megan 進行道別之後，佢哋就忍痛被醫生關閉咗女女嘅衛生系統。按照 Megan 嘅遺願，佢嘅器官被捐贈咗出去，遺愛人間。喺 Megan 過身嘅第二日，負責呢單案嘅 Chris 警探就嚟到咗 Steve 夫婦嘅屋企，並同佢哋講，支槍布滿咗 Megan 嘅指紋。雖然 Dustin 嘅指紋亦都喺上邊，不過呢一點一啲都唔出奇。因為支槍本來就係屬於佢噶。3個禮拜之後 ，Megan 嘅驗屍報告出爐，法醫證實 Megan 嘅致命傷係頭部嘅槍傷，槍口直接指住佢嘅太陽穴，再近距離射擊。由於 Megan 嘅體內並冇發現任何鎮靜劑，講明佢喺案發當時係完全清醒噶，所以法醫就喺死因一欄度寫低咗自殺。與此同時，Chris 警探亦都整理出咗一份只有1頁長嘅調查報告，並以自殺結案。不過
Megan 嘅屋企人就堅決認為 Megan 根本就冇可能會自殺。當時懷有身孕嘅家姐 Betsy 表示 ，Megan 非常期待 BB 嘅來臨，仲打算幫家姐舉辦 baby shower。案發前2日 ，Megan 仲特登打電話問家姐，佢想要乜嘢顏色嘅氣球。另外，身為幼稚園老師嘅 Megan， 仲有2個月就碩士畢業啦。佢一直都好向往喺畢業之後可以成為一位校長，所以佢絕對冇自殺嘅理由。爸爸 Steve 越諗就越覺得唔對路。Megan 從來都冇接觸過槍械，亦都唔知道點樣開槍，又點可能會開槍自殺呢？但係 Megan 被發現嘅時候，大門緊鎖住，而現場亦都冇被強行進入嘅跡象。如果 Megan 唔係自殺嘅話，咁邊個會係兇手呢？於是 Steve 好快就將目標鎖定喺女婿 Dustin 身上。據稱，當 Dustin 被問到佢喺案發當時嘅行蹤嗰陣，佢曾經同3個唔同嘅人講咗3個唔同版本嘅故事，呢一點非常可疑。另外 Steve 亦都察覺到 Megan 同 Dustin 嘅婚姻好似出咗啲問題，可能仲爆發咗肢體衝突，因為 Megan 嘅驗屍報告顯示佢嘅腹部同胸部都有瘀傷。最重要嘅一點係，一位調查員話俾 Steve 知，檢測指紋嘅工作大約需要14日嚟到完成，所以 Chris 警探根本就冇可能喺第2日就完成咗檢測工作。但係嗰支槍喺驗屍報告出嚟之前就已經歸還咗俾 Dustin， 而家上邊亦都冇任何證據啦。於是 Steve 將呢啲疑點話咗俾執法單位知，希望佢哋可以重啟調查。但係就冇人願意聽佢講嘢。4個月之後，一位地方法官願意幫助 Steve， 並派咗一位探員調查呢單案。探員打算先檢查 Megan 嘅手機，但係手機而家喺 Dustin 嘅手上，而 Steve 亦都唔想打草驚蛇，俾女婿知道自己喺度調查佢，所以就拒絕俾探員揾 Dustin。無奈之下，探員唯有喺之前嘅調查報告同埋現場嘅照片落手，跟住探員詢問咗 Megan 嘅鄰居案發當日嘅情況，佢哋都表示喺當日聽到咗類似槍擊嘅聲音，但係佢哋就俾出咗唔一樣嘅時間點。右邊嘅鄰居表示佢喺早晨7點聽到嘭一聲，但係佢唔肯定呢個係咪槍聲。而左邊嘅鄰居就表示佢好肯定自己喺9點15分左右聽到咗一下槍聲。案發當日，有人目擊到 Dustin 喺早晨8點53分嚟到咗超市，而超市嘅收據亦都證明咗 Dustin 喺9點43分嘅時候喺超市度買緊嘢。如果案發時間係9點15分嘅話，咁 Dustin 就有可信嘅不在場證據。但係如果案發時間係7點嘅話，咁 Dustin 就有嫌疑啦。不過探員都係覺得左邊鄰居嘅口供比較可信，所以又再次以自殺結案。雖然調查結果再次令 Steve 感到失望，但係佢依然冇放棄。佢仔細研究咗案發現場嘅115張相，希望可以揾到啲蛛絲馬跡。而家姐 Betsy 亦都花時間上網學習有關血戰分析嘅知識，並喺相入邊發現咗一啲疑點。首先 Megan 頭部中槍嘅傷口喺呢一邊，但係飛濺出嚟嘅血跡就喺另外一邊，講明 Megan 喺中槍之後曾經俾人翻過身。其二，地下支槍乾淨得十分離譜。正常嚟講，咁近距離咁對住頭部射擊，血跡一定會射到支槍度，冇可能一滴血都冇揩到，除非有人喺開槍之後刻意清理過支槍。另外， Dustin 點解當時一入門就知道 Megan 嘅褲袋度有一張相？除非張相係 Dustin 之前放入去噶。而廚房入邊嘅遺書睇起嚟根本就唔似係 Megan 寫噶，因為佢從來都唔會用咁樣嘅字體寫字。仲有一點就係酒架跌咗喺梳化後邊，吉他亦都跌咗喺地下。呢一點令佢哋懷疑 Megan 同 Dustin 喺當日爆發咗激烈嘅衝突，最後 Dustin 開槍射殺 Megan， 再偽裝成自殺嘅假象。於是 Steve 又拎住呢啲相要求執法單位重啟調查，但係依然被拒絕。時間嚟到咗2017年，地區檢控官寫信要求州警重新檢視 Megan 嘅案件。呢一次
就竟同意咗檢控官嘅要求，但係佢哋亦都冇揾到任何新嘅證據可以推翻呢單案，所以案件又被放入咗檔案室。呢個時候 Dustin 一早已經走出咗喪妻之痛，佢帶住2個仔再婚，一家4口展開咗新嘅生活。不過 Steve 依然唔願意放棄，於是佢聯絡咗高中同學 David 一齊幫手調查。David 係一位退休嘅 FBI 探員，佢收到電話之後，二話不說就喺 Nebraska 飛過嚟瀘州，助 Steve 一臂之力。David 翻閱咗案件嘅所有照片同埋資料之後，馬上就認為 Megan 一定係死於謀殺噶。呢一次，警方聽咗 David 嘅意見之後，終於同意重啟調查。2019年1月15號，亦即係案發接近5年之後， Dustin 先至第一次正式被警方問話。冇錯，之前負責呢單案嘅 Chris 警探根本就冇向 Dustin 問過話，佢冇仔細調查現場，亦都冇檢測過嗰支槍，就草草以自殺結案。針對呢件事， Chris 警探承認自己當年確實係經驗不足，所以先至會處理不當。喺審訊室， Dustin 表示自己同 Megan 嘅關係唔係太好，並承認自己瞞住 Megan 出櫃。另外，佢亦都認為 Megan 有自殺嘅傾向，因為佢喺案發嘅幾個禮拜之前，成個人睇起嚟非常抑鬱，仲經常問 Dustin 如果佢唔喺度之後，2個細路應該點算。不過 Dustin 堅決否認自己同 Megan 嘅死有關，佢案發當時喺超市度買緊藥，呢個就係最好嘅不在場證據。但係我哋之前嘅時間線有提到，如果案發時間係早晨7點嘅話，咁 Dustin 就有足夠嘅時間偽裝成自殺現場，喺8點打電話俾外母，再揸車去到超市買藥，為自己製造不在場證據。不過呢一切都只係警方嘅推測，佢哋目前並冇任何實質嘅證據可以證明 Dustin 就係兇手，所以唯有俾佢離開。2021年4月，Steve 揾嚟咗一位獨立血戰分析專家，分析 Dustin 條褲上嘅血跡，因為佢一直都認為 Dustin 當年係故意跣親，借啲意破壞現場。果然不出所料，專家喺褲袋附近發現咗一處高速飛濺嘅血跡，係由槍擊造成噶，講明 Megan 中槍嘅時候 Dustin 就喺隔籬。另外，專家亦都認為支槍曾經俾人清理過。有咗呢啲證據之後，法醫亦都將 Megan 驗屍報告上嘅死因由自殺改為不明。2021年10月13號，Dustin 就因為2級謀殺嘅罪名而被警方逮捕。2023年3月24號，喺案件開審嘅3日之前， Dustin 為咗減刑而同控方提出咗認罪協議，承認誤殺嘅控罪。雖然 Steve 萬般唔願意接受呢個協議，但係如果 Dustin 喺庭上被判無罪嘅話，咁佢咁多年嚟嘅努力就白費啦。佢嘅孫將永遠冇辦法睇清 Dustin 嘅真面目，而 Megan 亦都永遠冇辦法討回公道。無奈之下， Steve 接受咗呢個協議，前提係 Dustin 必須上庭回答控方嘅所有問題。喺庭審中， Dustin 承認自己喺案發當日同 Megan 嗌交，當時佢嘅手上拎住一支槍，過程中支槍唔小心走火，並擊中咗妻子嘅太陽穴。之後佢就揸車去到超市買藥，直到外父打電話俾佢，佢先返到現場。最終 Dustin 被判入獄5年，而法官亦都將2個仔嘅撫養權判咗俾 Steve 夫婦。2024年2月5號，Dustin 只係服刑咗9個月就被假釋出獄，並攞返咗2個仔嘅撫養權。